欢迎大家来到最新一集的你怎么看，我是海兰，我是妹。本节目与 FM96.7 环宇广播电台联合播出，主要借由时事探讨两性议题、人生哲学以及生活中的趣闻分享。今天我们节目第一次邀请到了一个来宾陪我们一起聊天，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一位来宾子琳，耶、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琳。怎么有一个 tempo？ 对啊，怎么感觉已经忍很久了？欢乐一点啊，有节奏一点。OK， 跟大家介绍一下，子琳是我们世新大学话剧社的现任社长。那我们三个其实都是话剧社的这个老中青三代啦。老中青。对，但我跟子琳其实是在一门叫做 Podcast 实务上面认识的，老师是那个广播界很有名的宋明老师。那我也是从上了那门课之后，就才开始慢慢对广播有一些概念。言归正传呢，上礼拜我们三个还有几个话剧社的朋友一起去看了皮克斯最新的电影 Harper's， 中文的译名叫做《理想世界》，就是离是合理的离，反正它是一部跟动物有关的电影。然后我们都觉得很好看，而且我跟妹其实是看到哭，就觉得很感动，一定要哭一下。我也哭了。我一直转过去看你们有没有哭，你知道吗？有。我最喜欢里面的这个角色是河狸的那个 King， 叫做 George， 他预告片也有出现了。我说这样不算暴雷吗？对，我们今天重点不能太多暴雷。对，反正他真的很可爱，然后故事也很感动。有兴趣的朋友就是可以去电影院看。言归正传呢，这部电影的核心价值是信任，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要聊电影，我们今天要聊所谓信任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呢？首先想问大家，你们认为信任是什么呢？电影中有一句金句叫做信任就像水坝，漏水再补就好。你们认同信任是可以修补的吗？我先讲好了。好，就是其实我以前一开始是认为是不能，但是我后来又觉得说事情有分有大有小，然后如果我好像可以接受小的事情是可以去修补这个信任的话，那我就应该是可以接受可以认同这件事情的。对，所以我觉得信任这件事情人难免会打破它，但是主要还是要看每个人的那个态度跟他的诚意，然后才去决定说我要不要给他这个修补的机会。子妮怎么想？我觉得我蛮抓马的，就是有一种很分裂的状态。难怪进入抓马话剧社。我觉得有一种很分裂的状态。一方面，我理想中的自己是那种很冷酷的，就是你这样辜负我的信任，我就再也不理你的那一种。然后下次看到你就要翻白眼。但是现实中的我是，就是也许我们可能有一点好，就是矛盾不愉快，可是我们过一段时间没有见，或是对方又是示好了一下，我觉得我们友谊的小船又可以再度起航，我就会再次信任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自己啦，就实际上其实蛮可以修补的。就你其实幻想中的自己是冷酷大女主，然后现实生活中的你就只是一个小女孩。就对，我就觉得好吧，他可能就我想了一下，可能他那时候的就是脑回路就这样子，我只能体谅他这样。当然前提是对方不是太过分的情况，就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原谅。所以你认为说，如果做了超过你底线的事情，就是不能被原谅的，即使他再有诚意。对 ，OK，他把我的大坝都推垮了，我怎么可以再100%的信任他？但如果只是一点点的破损，一些的才可以补救。对，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就会原谅他。我觉得是大部分人都这样想啦。对，但是这个《理想世界》这部电影颠覆我们价值观的是那个河狸王 George， 就是不管主角做了多离谱的错事，但是真的主角真心悔改，他全部都原谅他。那你们觉得这种所谓圣母心态到底能不能存在，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应该要原谅别人？其实我那时候看完电影，我第一个心得我也是觉得说，靠啊，这不就都是女主角惹出来的事情？对，很多人都这样想。我当下会第一个反应是会这样子，但是我又觉得说，可是他的起因又是为了要拯救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合理。我那时候看的过程，其实我一开始就是主角是有想要好好解决这件事的。他去了挨家挨户，每家都就是询问能不能有这些。我们不能太多爆雷了。对不起，他是有好好想要解决这件事情的，但是就是没有成功，就是大家的沉默嘛。但我不行，我觉得我一直会剧透会忍不住想要讲。对，就是怎么说？没关系，你就讲啊。好，就是这部电影它赋予了动物可以有组织起来反扑，就是对抗人类的思维能力，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河狸王的这个想法，恰恰才是现实中动物的
就是他的那个所作所为，因为他其实并没有能力去做什么，所以河狸王，我觉得他赋予他角色就是让他原谅人类。对，现实中动物也只能说原谅，他可能提供不了帮助，但他也只能原谅或是接受。其实就是让我们人类用一个另外一个视角去看，说，其实你看动物是很单纯，大自然是很简单的，那他们其实没有想这么多，反而是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那个言行举止就是去对他们造成一些伤害。但对他们来说，可能我们今天砍他的树，明天送他一块木头，他可能又觉得我们人很好。就是以他们单纯的心思来讲，会是这样子。我觉得不看这部电影，就看那些被丢弃的流浪猫或流浪狗，可能有被就是在街上流浪的时候有被人虐待什么，但最后有一个好心的人去就是收养它或是救助它，到最后就很多影片都可以看到，他们最后还是会打开心扉。我觉得动物就是这样，有点像这种感觉。但是子玲，你就是会认为说人就是不能像动物一样那么单纯，对不对？不然在这个世界上就活不了了。那是的。不过这样其实蛮可惜的，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像动物一样，就是很天真的，别人只要犯错了悔改了，然后我们就原谅他，然后那个人也就真的悔改了。如果世界可以这样的话，世界就真的和平了。人的社会为什么那么复杂呢？就是出在人心的险恶，信任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然后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就是跟耶稣说，耶稣，这个我的朋友已经做了同样的事情已经好多次了，耶稣你又叫我要原谅他，怎么可能？他又没有真的悔改。耶稣就说你要原谅他749次之后你就不用再原谅他。然后这个人就说耶稣，我怎么可能每次都算1次2次3次？对啊，这我算不了。然后耶稣就说，所以只要你认为这个人有真心悔改，你就应该要原谅他。这个不一定是对的啦。所以你看的是当下那个人的态度。你说每一次的真心，然后再每一次的下一次，像是我们上升到最极端的例子，比如说死刑犯这件事情。不是有些死刑犯就是在关监狱之后，他被感化，然后就开始读经，然后开始对社会回馈，然后就完全变成一个好像还不错的人，就是发自内心的。可是他犯下这么重的罪，如果我们是家属的话，我们又怎么样可以原谅他？就是理想上我们是应该要原谅他，可是我们又怎么能够放下他曾经做过的错事呢？所以这部片叫《理想世界》。对啊，你找到那个翻译的那个，因为这翻译一定是亚洲台湾人之类的嘛，就是中文的，他一定也是觉得说，以他的视角来看，哇，这部片简直就是一个理想的一个国度，根本就是很难这样想。现实中的政客也不会被合理打动。对。我又剧透了，对不起。好，那我想要接续刚刚海兰的问题，你们从小到大在家庭或是同台中，有没有你们自己觉得信任被打破的时刻？就是可能跟这个人讲秘密，然后他隔天就跟别人讲，但是你明明就已经跟他说不要说了，然后你也相信他，他也说好好好，我不会说，真的啦，你跟我说。然后隔天你就发现说，怎么有其他人知道？我先讲好了。其实这件事情蛮常发生的，是亲子关系的信任。其实亲子关系也是有很多信任的基础。小时候啦，就是我的阿嬷，就是阿嬷都有在关注我们节目哦。我都会跟我阿嬷说，你看阿嬷还没讲，你说我也是。我阿嬷就是会这个常常进我房间，可是可能青春期或是就是有时候我就想要一个人这样子，但是我阿嬷还是进来，然后我就跟她说：“你干嘛啊？你干嘛这样子？”然后我阿嬷就说：“这是温刀呢，我不能进来啊。”然后说这是我房间，然后这是我家这样，然后我们就吵起来，我们信任就崩塌了，这样。对，那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只有在我国小的时候，就是也是我阿嬷，就是因为你也是隔代教养。我爸妈离婚，然后我之前是跟我爸一起住，就是小的时候，就还是阿嬷顾了。对，阿嬷顾。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我跟我弟一起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不好的事，然后是我教他的。后来就是我爸就是被我爸发现了，他就来打人了嘛。然后我就推卸责任，我就说是我弟做的，结果我弟就被骂了。后来有一天我就是良心越想越不安，在玩荡秋千的时候就跟我阿嬷坦诚说：“你可以先不要骂我，先原谅我吗？”然后他就说：“好。”我就说：“你可以不要跟爸爸说吗？”他就说：“好，我不会说，你说吧。”我就说：“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我教他的，他是被我陷害的。”他就很欣慰，他就说：“你愿意讲出来，我就知道你这件事情就是你已经改过自新了，我不会跟爸爸说的。”然后结果有一天回家
他跟我爸吵架的时候，就把我这件事情抖露出去了。然后有一天回家，我爸回来突然就是很严肃的看着我，然后还把我的手这样反折过来，就说：“天哪，天哪，逮捕你啊！”对，他想说上次那件事情是不是你做的？你是不是推卸责任？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太搞懂他在讲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才1年级，好像我是长大1年级的事情记到现在。对，我是陆陆续续3、4年级的时候回想这件事情，才发现哦，他讲的好像是这件事情。算了，反正已经过去了。算了吗？但如果你真的算了，你不会到现在还记得。对，我就是还记得，我就是很记仇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个人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不是算太藏得住秘密的那一种。例如说，我可能国小喜欢哪一个男生，是全班都看得出来，就等于说他们已经看出我的秘密了，都不是我自己讲的。然后等到我开始会有秘密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思考的人，所以我的秘密想着想着自己就可以解决了，也不太会想要告诉别人什么的。所以我没有太多就是你的信任被打破，除了你阿嬷。对，那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次，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我忘记了。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因为你自己解开，就没有人可以打破对你的信任。对，通常都是我去窃取别人的秘密，我很少把我的秘密告诉别人，因为我觉得讲出来的就是会让别人跟别人讨论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只要话讲出去了，它就已经不是秘密了。假如我今天对谁有好感，这算是一个秘密吗？如果他可以算的话，我告诉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有可能就是把我的名字就是匿名掉，然后再告诉他的别的好朋友，这就变成一件事情。就我觉得秘密是不可以讲。对啊，就是你说的。其实我下一题原本是想要问说，你要别人打破你对他们的信任，那你们自己有没有打破？结果你就说，对啊，你就说其实你不太把秘密跟别人讲，但是别人跟你讲秘密，你是可以守得住的吗？看什么咯？这个女人，就是我就要警告，就是我分级一下，如果这个人子玲朋友不要看。对，如果你跟我说秘密就是危及到，如果说你已经得了绝症什么的，你不想让大家知道，那我就会 OK， 十分重要，不可以说这样。但如果这个才要讲吗？不行，这个不可以说。但如果你今天只是跟我说，你跟我说你朋友的秘密，然后就是他做了什么很荒谬的事情，然后他把它当一个八卦分享给我，然后跟我说不可以说的话，我就会把它你说你把你朋友的秘密当成谈话的谈资交出去是吗？有时候。可是我好奇的是，因为你说这个重要性是你说比如说这件事情，你说绝症很严重，你不会讲啊，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还好，你会讲，但是这个的分类是你在分啊，就是也许别人对于这件事情来说，他觉得重要有10分，可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能还好吧，5分而已，那我跟别人讲咯，是这样子吗？是的。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别人跟你讲，他其实心里是希望你讲出去的，有没有这种可能？你说希望其实你刚刚前面说你小时候，比如说你小时候喜欢男生，然后你说大家都是看出来，你并没有讲。有时候我都想说，我小时候好像有这种状况，是因为我不想告诉那个人，我也不想跟别人说我喜欢他，可是我又不想要让别人抢走他。或者是我不想让别人也喜欢他，所以我表现的给所有人看，跟他看，说我对你很在意的样子，就是别人会知道说，这个人对他很明显有喜欢。然后你问他，没有啊，我哪有，我没有喜欢他，我没有啊。但是你明显就是对他有喜欢，然后人家就会觉得说啊，他也喜欢他，算了啦，会不会其实我们有一点这样的心理作用？我没听懂就是你希望这件事情在潜意识里面你不要说出口，然后但是又可以达成你的目的，让你的男生。就是你喜欢的男生知道说你喜欢他，但你又不用亲自说出口，因为你表现得很明显的，然后你同时又希望别人不要抢走他。不行耶，我觉得就是讲出来很丢脸，就小时候啦，小时候会觉得就是被发现很丢脸，就是我希望他也不要知道。可是你那么明显，他一定会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我很明显，我只是就小时候一直想要找人家讲话等一下，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有点那个歧义，就是我现在想一下，就是别人跟我说这些事情，他也没有跟我说这是一个秘密，你不要讲，就不会有人说。就是不会像电影里一样，就是我有一个秘密我要告诉你，你不可以跟别人说。没有，就是他们不会加说不可以跟别人，通常都是一个八卦或是他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听起来比较私密一点。对还是他们其实也知道跟你讲迟早都会出去，有可能，所以他们已经不抱期待。那海兰呢？你有没有自己把别人的信任打破的时候？一样是从家里出发嘛。小时候家人都会说，比如说我爸爸就会说11点要上床睡觉，然后我就会11点就上床睡觉了，把灯都关起来。就灯都关起来，我就偷偷把我房间的电脑打开，就开始玩电脑。然后哪一天被发现了之后，这件事情变康了，我爸就把电脑从我房间搬走，就是这个信任就彻底打破了。
对，这是我打破家里信任的时候。我打破别人信任的时刻其实蛮少的，就我自认是非常守口如瓶的人，就是我蛮能保守秘密的。那你现在在节目上就是要把别人秘密讲出来咯？对，我现在在想说有哪些可以讲的。等一下，我觉得我刚刚讲的那个不算是信任问题。我听完你说的，我才知道你们就是是指什么。你说你的那个，对我懂那个点了。好，那我们再刚刚一下。好，就是子琳你觉得呢？就是国中的一个社团，我们是田径队。田径啊，我刚刚有想说应该田径。一个老师啦，他其实让我们身为社团成员有一些压力，就是我们其实社团感情非常好，就是很有凝聚力，是一个 team。我们毕业之后也会常常回去，可能他年纪也不大，我们毕业的学长姐回去看我们的学弟妹，发现这个老师在带他们行为处事上有非常多不妥帖的地方。我国中的时候是有一一把它写在那个手表，不是手表记事本里面。想说我怕我马上去跟这个老师反映，说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他会就是他会整个踢笑，对，他会把这些事情转压到学弟妹的身上，就是说是不是你们觉得这些不 OK 去跟学姐抱怨，所以学姐才来讲这些。因为我有去找我的学弟妹们，就是问说还有哪些是感到不舒服的，我到时候去帮你们讲这件事情，但是等你们比完赛之后我再去跟他说，就是比完赛之后他们也要毕业了，就不会被他影响，他们就是信任我才告诉我还有他们觉得还有哪些事情。然后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真的非常抱歉。我没有等到他们比赛结束，我没有等到他们比赛结束，我在他们比赛好像就刚好有一次因缘际会下，团队结束训练，然后我跟那个老师谈就是队上的事情，然后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合适的机会可以提出这件事情，我自认为合适的机会我就说了。隔天他就发难了，我的学弟妹们就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对，很抱歉，就是辜负了他们的信任，然后还影响到他们比赛的情绪，就是对，就是调整了很久。那你有因此这样子在社团没办法好好跟大家相处吗？我觉得这信任是两份的，一份是我信任我的教练可能听了我的建议会改善，双重间谍，但他并没有，然后又辜负了我学弟妹们的信任。就是从那天结束，我觉得这个社团对我来说就已经是我们过去很好的感情是过去式了，所以我其实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回去了。对，我自己是有一份亏欠在啦，虽然他们还是原谅我，然后就是跟我相处也是跟以前一样，但我自己是觉得很抱歉。这样，理想世界中间有一段剧情，我觉得有点像你那样子，就是河里王嘛，旧局他不是说要带那个女主角去开会，然后说你就相信我，你等一下就让我来讲。结果女主角一到会议，整个不管他了，就是直接就是讲他自己想讲的话，然后最后搞得一塌糊涂。然后乔治就只跟他说了一句，他说：“你为什么都不相信我？对你为什么都不相信我，让我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现在就是才搞成这样。”你懂吗？就是我相信你，所以我带你来，但是你不相信我，所以你让事情变成这样子，有点像你刚刚讲那种状况。对，有点类似，是这样子。所以你是不是其实看的时候没有？我其实一开始没有联想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刚刚听完海兰讲的，从我的记忆深处挖掘出来，我觉得天哪，好抱歉哦。那挺不错的啊，但是这样子就变成心里永远的一个结，对不对？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啦，就是可能后来大家互动也没有问题，只是人在长大的过程中都很容易学会一件事，叫装没事。但是真的没事了吗？这件事情真的有修补成功吗？就是今天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信任到底有什么时候装没事，然后什么时候我应该要把它提出来，让我们一起去修补它。子琳刚刚愿意分享，一定是因为就是时间已经过了比较久远了，时间会冲淡很多事情，就算当事人现在听到这些，可能也会一笑置之吧。对，我觉得时间也是一个解药啦。本节目与 FM96.7 环宇广播电台联合播出，你怎么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